您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看看您提供的这些关于空气清净机的资料哦。嗯，市面上常常看到，就是标榜那个99.99% 的过滤率嘛。对，这个数字很常见。您是不是就是看到这个数字，也觉得说，这样吸进去的空气应该就绝对纯净了？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对。但是哦，这些文件里面揭示了一个我觉得蛮值得注意的点。就是这么高的效率啊，通常只针对那个大概80到100奈米以上的，就是比较大的微粒啦。没错，这是关键，它指的是比较大的粒子。那问题就来啦，因为这些研究特别点出来，真正比较棘手的是那些大概5到30奈米大小的那种超级小的粒子，是非常非常小的。它是小到可以穿过我们的肺泡，甚至听说能进入保护大脑的那个血脑屏障。对，血脑屏障，这个就很严重了。对啊，然后传统的滤网好像对他们，几乎是束手无策。是的，效果很有限。所以我们这次就来聊一下，这对您的健康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然后也根据这个吴博士的研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做法。确实，我觉得这里最核心的落差就是那个，广告数字给人的安全感，跟实际抵御这些最微小但可能危害最大的粒子的能力，这中间不一定能画上等号。哦，那这些资料就蛮深入的去剖析了传统方法的局限，然后也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技术路径。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像 HEPA 之类很常见的滤网嘛，对，HEPA，为什么挡不太住这么小的粒子？来源里面有提到一个关键，他们称之为什么先天致命缺陷。这个说法蛮直接的。对啊，简单说就是那个滤网的孔径啊，如果为了要捕捉这么小的微粒做得非常非常小，那空气根本就过不去了嘛，对不对？对，风阻会变得超大，整个机器的换气效率就大打折扣了。是，而且它对于像某些比如说凝胶状的毒素或者一些酸碱性的气体、油性的气胶，效果好像也比较有限呢。没错，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久了之后啊，对，滤网本身吸附饱和了，甚至可能自己变成一个二次污染源。哦，这也是一个问题点。这点的确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们往往就忽略了刚刚提到的那个5到30奈米的粒子，它潜在的影响。那根据这些文件的观点哦，它们是有可能对我们的大脑、心血管系统构成威胁，哇，甚至跟那个加速老化的过程可能都有关联。那这样一来就凸显了，就是行销宣传上的那个漂亮数字，对，99.999%，跟实际的生物效应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不小的鸿沟啦。了解。那么，如果传统的方式有它的极限在，这些资料里面有没有提供什么替代的方案呢？有的，它里面介绍了一种叫做 Air 6 Freemaze Purifier 的技术。65空气迷宫净化器。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吴博士研发的。它的设计目标听起来就是想要处理传统清净机比较容易忽略的那个有毒粒子盲区。没错，依据它的技术说明来看哦，它的运作方式跟传统的很不一样。哦，怎么说？除了说一开始它还是会用 HEPA 和活性炭处理比较大的颗粒物啊、PM2.5啊、气味那些，基本的。对，基本的。但关键在后面的步骤，它会在一个控制的空间里面，让那些病毒、细菌，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奈米粒子，先带上电荷，带电荷。对，然后利用静电的原理，把这些带了电的粒子，牢牢地吸附在那个收集板上面。哦，吸住，而且是永久捕捉。重点是，它强调过程中不会有自由的离子释放到空气里面。这点好像蛮重要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最有特色的，可能是它所谓的那个迷宫效应。迷宫效应听起来很有趣。是蛮有趣的，就是说空气会被引导通过一个弯弯曲曲的路径，像迷宫一样。那些非常非常小的奈米粒子啊，因为它们的惯性很小嘛，比较轻，对，它们会跟不带上气流那个快速的转弯。然后就会直接撞到那个带正电的迷宫壁上面，然后就被吸附住了。
这叫做静电撞击效应。哇，所以它不是用滤的，是用撞的，让它自己撞上去被抓起来。可以这么理解，它更像是利用粒子本身的物理特性去主动地拦截它们，而不单纯是靠物理孔洞去过滤。哎，这个想法蛮不一样的。那这种技术它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来源里好像有提到6无。对，它诉求达到6无，就是希望空气能够做到无尘、无菌、无毒、无烟、无味，还有无重金属。哇，这个目标很全面呢。是啊，资料里面也附上了它的美国专利号码，就是那个 US826808-B2，让大家可以去查证。有来源可以追溯。对，所以这里就呈现出一个蛮明显的核心理念的对比了。就是说传统的方法可能比较侧重在降低那个 PM2.5的毒素，还有提升舒适感嘛。对，让数字好看，感觉空气变好。是的，但这种新技术呢，它更强调的是提供真正无毒的空气。然后着眼点是放在比较长期的健康，甚至提到延缓老化。哦，所以这个关注点很不一样。那讲了这么多，这一切对我们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最关键的启示，我觉得或许就是，不要只单单看那个很漂亮的99.99% 的数字啦。对，不能只看表面，因为它很有可能是掩盖了对于那些最小但潜在危害可能最大的粒子的处理能力。没错，这就提醒我们在关心空气品质的时候，可能需要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那个数字背后代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也正好呼应了，就是大家对于健康的那个比较深层的关切嘛。是它的颗粒，延伸到那些看不见，可是却可能默默影响我们长期健康，甚至老化过前的那些隐形的因子。隐形因子，对，这不禁让我们去反思，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真正洁净的空气，到底应该包含哪些要素？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最后，我们也留给您一个可以延伸思考的方向。就是既然有研究指出，这些最微小的有害粒子，它们可能是无形无踪的，而且又能很巧妙地绕过我们一般标准的防护。那么在您的日常环境中，是不是也还存在着其他很容易被我们忽略，但却可能悄悄影响着健康的这种隐形因素呢？值得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值得我们平常多加留意一下。